本來是看說好像是川普有一點點放軟，然後伊朗呢也想要賺錢的情況之下，但是伊朗本身一直都是談談。今天在這個霍姆茲海峽這一個部分出現了水雷這個不確定的因素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那我們其實無法掌握啊。對於川普來講，他一直都認為他站在談判上的上風。那但是呢，談判本身不是這樣。美伊其實都說自己掌控了荷姆茲海峽，到底誰真正掌控？等一下我們請艦長來帶我們看。現在包括了美國跟伊朗方面都說自己實際的掌控了这個荷姆茲海峽，尤其呢，美國說，最近呢航行非常的順利，主要是因為呢美軍航行的諮詢有奏效。那伊朗則是說呢，在過去24小時有28艘船都可以順利的通過，都是因為伊朗的功勞哦，他有幫助這當中做協調。現在大家也很關心說，到底這個海峽什麼時候才可以順利通行？尤其是燃油價格真的是大暴漲哦，已經漲幅高達了70%。另外還要再算說這些航運的成本啊、保險費、附加費也非常的高。那伊朗呢，最新還給了中俄優惠哦，就是說這2個國家在這邊做航行呢，未來都可以享有特殊的待遇。這樣子的一個事實，會不會讓歐洲跟海灣國家，甚至美國的盟友更加緊張了？變成說，現在看起來是不是伊朗比較高度的掌握荷姆茲海峽？那艦長怎麼看？如果我們回到1980年代的两伊戰爭的話，那两伊戰爭最後怎麼草草結束的？就是因為投入了第三者。那這第三者是哪一個國家？是中國大陸。因為中國大陸開始對兩國開始販賣這個軍火了。那這個時候，那美國跟當時的蘇俄都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只會讓中國大陸坐收漁利，所以就不打了。所以幕後的大哥都說不打了，就打不下去了。那至於說剛剛伊朗說他今天就是促進了28艘船，可是我們看看之前呢，之前一天可以最多超過120艘，那28艘其實只是個零頭。那相對於我們看到2月28號開始開戰之後，其實那個就不是零頭而已，那是個位數。那個位數的部分呢，本來是看說好像是川普有一點點放軟，然後伊朗呢也想要賺錢的情況之下，但是伊朗本身一直都是談談打。那如果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今天在這個霍姆茲海峽這一個部分出現了水雷這個不確定的因素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那我們其實無法掌握啊。那對於川普來講，其實他一直來講，他一直都認為他站在談判上的上風。那但是呢，談判本身不是這樣啊。談判是有3個結構組成的，也就是權力結構、還有成員結構以及議題結構這3個部分的組合。可是我們在談到議題結構的本身的時候，大家都認為說這個權力，那當然是美國比伊朗強。這很難說，因為為什麼？因為這個權力不是國家的一個真正的權利，而是我們講說，在這一個區域裡頭相對的權利。那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當水雷出現的時候，又投入了那個不確定的因素。像剛剛那個大艦委員講到，有關於海纜的部分，一點都不難，只要把他派出一艘油輪，把這個錨放下去，一路拖，海纜就報銷了。所以我們說，現在這個狀況，那對於歐洲來講，無論是磷酸鹽啊，或者是尿素，或者是氨。這一些有關於肥料的部分都沒有辦法出口的時候，其實對於未來的農作都是有很大的影響。美軍的 KC-135空中加油機發出了7700緊急訊號之後，突然間消失了。這起事件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個比較深入的了解。那麼現在根據了解，伊朗的無人機越來越難被打掉了，原因是什麼呢？現在說這些低成本的電子戰跟來自於伊朗的蜂群戰術可以改寫整個戰場的規則。美國跟以色列的部分則是持續的砸大錢，在增強自己的空優。這一場
戰鬥可以說是高成本對上低成本，誰會先撐不住？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先來看到是最新消息，本來說美軍的空優是有一個神話的，但是這個神話是不是正在被所謂的電子戰給破口了呢？外媒的最新爆料說，一架美軍的 KC-135空中加油機，它在飛越波斯灣的上空的時候，突然間發出了全面的緊急的訊號，7700的讯號，代表說現在進入到緊急的模式。隨後呢，我們可以看到它就直接在雷達上面消失了。大家說這不是一場單純的飛安事故而已，是不是戰場的規則正在被改寫呢？我們稍微了解一下這起事件整起發生的一個起因哦。當時呢是一架 KC-135，它在飞往卡達的路上的时候，在飞到伊朗的海域的时候，我們看到是突然間受到了嚴重的一個干擾哦。正在發生的事情就是在這個海域，伊朗的海域這邊發生了大規模的 GPS 的干擾訊號，到底怎麼回事呢？來自於印度媒體的報道說，這個就是伊朗的電子戰，而且這個電子戰正在被實戰化。特別專家分析，伊朗現在的優勢早就已經不是傳統的空戰而已了，關鍵之一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電子戰，而現在伊朗更是搭配了它的沙赫德無人機，被視為窮國版的精準打擊神器。我們要來看一下它是怎麼來做打擊的呢？起飛的時候它是可以用 GPS 定位的，但是它隨後就可以把它切換成慣性導航，也就是即使在被干擾之下，它也可以繼續飛。再來就是它一出動的時候，會用這種群蜂的戰術，數百架的這個無人機可以直接壓垮防空系統，對於海灣國家的這一些美軍的基地、石油設施可以造成嚴重的破壞。再來，伊朗很多的無人機，他們更是配備了抗干擾的天線系統哦。這些天線系統的話，也可以保持不被這一些電子戰所干擾。再來，最後更讓西方現在警惕的就是伊朗是否有導入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北斗呢？這個北斗根據了解，只要使用上可以讓這個抗干擾的難度倍增，攔截成本當然也會因此而暴增。而另外一邊，我們看到美國跟以色列還是在打這種傳統的空戰，也就是持續投注更多的資金在這一些高價的武器上面。特別來看到美國現在燒錢對抗低成本伊朗的武器，是在花錢買衛士2反無人機的系統，協助美軍特戰部隊強化反無人機的防禦。至於以色列的部分，現在最新消息傳出，豪砸了換算新台幣3.7兆，要來持續投入在 F-35戰機，說倍增數量要達到100架，還有 F-15的戰機倍增數量要達到50架。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來看到 KC-135，我們來請教委員，發出了求救訊號，是單一的飛安事件，還是被視為我們剛剛談了很久的電子戰可能搞垮美軍嗎？再來是連空中加油機如果都不安全了，接下來美軍的空優是否還存在？特別關心到伊朗的戰力，這一款沙赫德無人機已被證實不用靠 GPS 也可以去瞄準它的目標，代表傳統的電子戰難道已經無效了嗎？那麼美軍花大錢，剛剛特別講的投入在衛士2反無人機系統，高成本，現在是不是只能變成一個被動的防守？委員怎麼看？是，我想關於這些特殊的軍事裝備哦，我想幹哥待會兒一定會幫大家做個說明，因為幹哥是這個軍事裝備的專家哦。不過從我的角度來看，其實在這個 KC-135發出了這個求救訊號，然後消失這個事件哦，反映出來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哦。那麼當然，美國跟伊朗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任何官方的說法哦，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樣的一個狀況？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過去美國在奪取制空權的時候，它最引以為傲的就是它的電子戰哦。它號稱是全球電子戰無敵的國家，它可以用電子戰去癱瘓掉任何一個國家的預警機、雷達系統，甚至讓這些戰機飛了上空之後變成全盲的狀態。這是美國過去長期以來這個引以為傲的一個在取得制空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攻擊方式。
但是沒有想到這一次換到他自己的 KC-135變成了一個全盲的狀態了。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最大的警訊哦。那麼當然，如果你回溯到過去，你會發現說，伊朗長期就在波斯灣部署了非常大量的叫做陸基電子干擾陣列哦。這種陣列不是要擊落這個任何這個空中飛行的飛機，而是要這個有技巧的讓這些飛機在飛行的過程當中忽然變成全盲了哦。比如說用電子干擾它的導航跟通訊系統，讓它看不見哦。然後或者是說這個用電子攻擊這個強行屏蔽它的這個發送機，讓它的訊號發送不出去。這些東西都是電子戰最重要的核心。那麼過去是美國用在人家身上哦，那麼現在如果反而這個同樣的招數用到了美國身上，讓美國居然這個措手不及哦，然後無法應對了。那麼當然，對於美國接下來不僅是在伊朗哦，它在全球作戰的關於電子戰的優勢恐怕都會逆轉。那麼當然，我們剛才也看到了哦，就在講說這個不對稱作戰嘛。那麼法赫德這個無人機最重要的一點是它的價格很低廉，它大概是2萬到5萬美元哦。那麼任何一個防空飛彈哦，就比較低階一點的到高階一點的，大概都是50萬到300-400萬美元哦。所以呢，法赫德的这個系統，過去美國去干擾無人機的方式，就是類似我先前講的，用這個電子戰的方式去干擾他們。但是法赫德的優點就是說呢，因為剛才這個思敏跟大家說了嘛，它不是只靠 GPS 的訊號啊，它有慣性導航啊。慣性導航之外，它現在還有引進更新的技術哦，這種就是 AI 的這個識別，叫做影像對比啊，我們叫做 DSMAC， 就是它可以邊飛邊看這個地形，確認它飛行的路徑是正確的。那麼如果一旦有了這樣的一個這個系統植入的話，那麼當然所謂的 GPS 就不重要了，因為它等於是自己還可以看地圖啊，想辦法可以飛到它要飛的地方。那你說美國要用所謂電子戰干擾就不是這麼容易，那你更不要講說如果有北斗衛星幫助哦，就北斗衛星幫助，北斗衛星跟 GPS 兩個人的頻譜是不一樣的，所以如果再加入了北斗衛星的話，變成以後你要打擊像法赫德這樣的無人機，你需要更寬的頻譜哦，來進行全面的干擾，才有可能達到目的。所以其實這一戰哦，在伊朗的戰場上，我覺得全世界各國都在看美國的軍力的消長。那麼當然，對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來說，這是一個最好的觀察美軍軍事裝備弱點的機會哦。那麼如果接着發展下去，真的如同我們預料的，這件事情是因為伊朗的設備而造成了這個伊朗的電子戰而造成這樣的一個狀況的話，那麼美軍就接下來就要提高警覺了。少掉了加油機，要長程奔襲就很難，更不要講在波斯灣的美軍基地都已經被攻擊了。那麼如果再沒有再沒有所謂的這個加油機來協助，那麼接下來美軍的這個戰鬥機也好，或者是這個轟炸機也好，要在這個伊朗的上空這個肆無忌憚的強行進入，那麼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對，我們現在聊了很多，都是在講這個伊朗它的無人機的群蜂飽和攻擊，但是其實呢，更重要的是它還透過這個電子戰，特別在技術上，委員特別幫我們強調了，除了有慣性導航之外，還有這種 AI 的識別能力。那現在對上美軍的這樣子的一個傳統的空優，是否還仍具備它的空優呢？再來就是 KC-135這個事件，幹哥又怎麼看？好，那我們看這架 KC-135哈神秘消失啊。你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跟各位講，它消失的地點就在荷姆茲海峽的上空，等於是在它的中心點。它在那裡是不見的，它在那裡不見就太奇怪了。為什麼？因為那個地方應該是美國的電子干擾，剛才像大千講的，最強烈的地方，應該是我干擾你，不是你干擾我，所以我怎麼會失聯？大家要知道7700的意思是什麼意思？7700在這個 ICAO 就是這個全球這個國際航空組織裡面，它所代表的意義是發生重大危難，但仍然可控。也就是說，不是說我現在馬上就要解體了，幹嘛？啊，7700代表說我們現在可能有重大醫療危機，有人心臟病發，或是飛機上起火，或者飛機故障，但是我現在努力排除，這個就是飛行員他發出這個訊號的意義。但如果是 hijack 劫機，它的代碼叫7500，不一樣。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它發出這種訊號，實際上你應該還可以由航管，或者是今天由 CENTCOM， 也就是美國的中央司令部來發出指令，它應該怎麼做。
你至少要告訴他說，因為他們都有尋達器，尋達器應該都會收到他們最後的位置。可是到現在為止，事情已經發生快24小时，我們沒有任何音訊。然後伊朗革命衛队 RRGC 也沒有說這是我們干擾的，因為看得出來不是飛彈攻擊，不然的話它的那個求救代碼不是7700的啊。那所以這個又不是，就代表是什麼？它從雷達屏幕上面消失，代表說它失去了控制，而且很快，快到你沒有辦法再發訊了。這是什麼意思呢？有沒有可能是被飛彈攻擊？我覺得可能性不大，但是它遭到電子攻擊的可能性比較大。也就像那個印度媒體他所講的說，真正的電子戰來了，非常有可能。你為什麼？講句實在話哈，我們先看看北斗衛星有沒有可能在這裡面有扮演一個角色。我認為是有可能的。為什麼？2021年，中國跟伊朗建立戰略夥伴全面關係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把北斗衛星的 know-how 納入到他們的彈道飛彈系統裡面去了。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見證者無人機或者是伊朗的彈道飛彈打過去的時候，有些被干擾，有些竟然打中了卡達的烏代德基地的美軍目標？所以奇怪了，你不用 GPS 嗎？你如果用 GPS， 你一定會被我們美軍的系統干擾。那你用的究竟是什麼系統？其實北斗系統在軍用的部分是很神秘的，神秘到沒有人知道它的頻譜。那所以到底是不是在用这個？我告訴你，外人完全不得而知，你不會知道，他不會讓你知道。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如果是用的北斗系統的話，那你就很難去真正的做干擾。這就是一個伊朗被人家捉摸不定的地方。因為像無人機啊，老實講一句，像他見證者為什麼後來會這麼的，就是 Shahed 啊，法赫德這種無人機，為什麼它會這麼的有效的原因，就是他其實老實講一句，他就關掉了 GPS 哦。美國有個專家就是說，如果你不要被干擾的話，你就乾脆不要用 GPS。那不可能，連交戰國雙方都必須要用 GPS， 因為那個不管是戰機或者是海上的船的航行，或者是一般生活，都要用到 GPS， 不可能不用 GPS 嘛。可是見證者無人機它可以不用 GPS。它用慣性導航，雖然造成了攻擊的精度比較差，但是它到最後階段，它還會再打開 GPS。這就是說，在這個他們的無人機的運用上面，一種可能性就是他們用了北斗系統，你不為人知的；第二個，他們使用了慣性導航，再還原到 GPS 的系統。所以說，今天這個KC-135空中加油機的失蹤事件，我覺得到現在，美國還是諱莫如深，那很可能是遭受到伊朗的電子干擾，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最大。好，所以現在看起來這一起事件跟這個伊朗它擁有的技術有關係，不管是慣性導航或者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北斗，那苑老師又怎麼看呢？我認為這一場戰爭，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這個地緣關係的縱深啊。首先，第一個的話呢，在美國航空母艦上啊，就是說是原來福特號，現在福特號走了哈，就是說是它林肯號的話，要離開1000公里以外的話呢，避免被伊朗的彈道打到的時候呢，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伊朗要構成真正的威脅，那就是要長程奔襲啊。那麼這種過程當中的話，長程奔襲這1000公里來來回回，那以 F-35的戰機來講，它可能要加油2次，所以這裡面出現的加油機不但有加油機，還有專門給加油機加油的加油機。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呢，就這場戰爭，大家聽到我們在這個節目中強調被伊朗打掉的美國加油機有多少次？以色列過來也要加油機啊，以色列用的也是美國 F-35啊。你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加油機是他們一個取得空中優勢的一個重要的機構。那如果說美國對於伊朗的空中優勢不能夠進行攻擊，同時地面上又不敢登陸的話呢，那基本上的話呢，伊朗現在做的事情就是要增加大家有這種戰爭持續的感覺，因為只要戰爭持續的感覺的話呢，對伊朗有3方面的好處。第一個可以激勵民心士氣，第二個的話可以讓川普感覺到非常困難在美國國內，然後第三個戰爭
持續進行的話呢，讓美軍現在是進退兩難。這種情況，目前為止是不戰不和啊，然後不打不談的這種情況下，那伊朗打開這個僵局的話，他需要透過這種來克制美國的武器。我覺得北斗導航的衛星一定有發揮一定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大家聽我剛剛一分析，尤其是幹哥講到說，它是極機密的情況下，但是這個戰爭持續下去，對誰好，對誰不好？這對於國際的情勢的發展，尤其是5月中，川普想到中國去的時候，大家一想就懂了。在這裡頭當中，你不能直接幫忙，但是你間接可能老早就已經開始了。荷姆茲海峽在被伊朗掌控之後，接下來會如何來做運行呢？它現在其實伊朗方面是聯手阿曼來設下各種的關卡，那現在40國恐怕只能排隊談判，接下來付錢如何通關等等。根據了解呢，伊朗光是靠着這個荷姆茲海峽的這個過路費收錢，每年可以狂賺1200億哦。那麼核導彈會不會因此可以加速靠着這些資金來做發展呢？今天就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趕快來看到這一場是由英國的外相特別主持的一場會議，聯手的他說用聯合的手段要一起來重啟荷姆茲海峽。那麼法國的軍方是說這個事情呢會分階段來執行，但是也要等到敵對的行動比較緩慢的時候才能做。川普針對荷姆茲海峽，大家很熟悉，他就要大家自己去奪回這邊的使用權，還有自己去搶油。那法國總統馬克宏認為這根本就不可能啊！過境船只面對革命衛隊和彈道飛彈的威脅，實在是太危險了。那麼伊朗外長最新也說了呢，這個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事情，未來是由我們伊朗跟阿曼說的算，所以確實呢，伊朗跟阿曼現在已經在起草這個最新的協議了。接下來他們會來監控這些船隻，而且呢，會有一個全新的收費制度，由革命衛隊自己來建立。好，這些制度有哪些？我們稍微看一下細節。伊朗方面說了，這個船舶接下來你需要繳交文件，還有拿通行代碼，接受護航才能夠通行，並且伊朗呢設置了1到5級的分級制度。友好的國家可以拿到比較好的條件，通行費的部分現在也列出來了，每桶大約是$1起，可以用人民幣或者是穩定幣來做支付。那如果是用戰前的運量來做估算的話，伊朗一年可以賺進$1200億。最新消息，菲律賓已經獲得了快速的通行保證，因為菲律賓跟美國是很不友好的國家嘛，所以呢，節目一開始我們也特別來請教尚志哥了。這個伊朗這一次拉攏的阿曼來共同監控荷姆茲海峽，而且採用的是5級的評分制度，還放行了菲律賓的船隻等等，是不是刻意分化美國盟友呢？將來這些體系會成為一個金融跟地緣的一個新武器嗎？尚志哥怎麼看？我們看荷姆茲海峽非常非常有趣哦。美以戰爭，我們過去都是看戰爭這個打來打去、炸來炸去，但沒有想到在這一次戰爭當中，荷姆茲海峽變成另外一個全新的主角，仿佛一個江湖外傳，這裡頭變成最大關鍵，因為它影響全世界的，包括地緣政治乃至全球的資本市場、能源市場，太深遠了哦。我有個最近消息，究竟是為什麼菲律賓能夠過呢？其實，在投資圈裡頭講，這個不是國家之間溝通，菲律賓跟伊朗溝通沒有，主要是什麼？主要是因為能源市場當中有非常非常多資本圈的掮客。那麼要知道，伊朗過去作為禁運，能夠跟伊朗政府溝通的，都只有特定一些江湖人士，你也可以說資本圈的江湖人士。所以透過這些人在從中跟伊朗溝通，而且據說賺取了大筆佣金哈。所以這裡頭其實現在這個戰爭財裡頭，荷姆茲海峽變成非常非常獨特，全產業鏈包括掮客都在大賺其錢。好，我們來看現在荷姆茲海峽的變化，隨着伊朗立法機構正式通過，他們要形成個制度性的收費。哇，伊朗動作好快哦，不是他們一廂情願，也跟阿曼開始在進行溝通。我們剛剛看到所有的未來運營方式都已經完全出現了哈，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伊朗在這一次的戰略不只是很會打，那麼打美軍基地，對於美國還有現在輿論戰也非常厲害。然後現在荷姆茲海峽當中，仿佛要變成一個未來支持美伊戰爭，無論怎麼打，甚至停戰了，這個地方還會繼續下去。而且我們看荷姆茲海峽確實有點微妙，為什麼伊朗敢這麼做？首先現在看起來美國攻不下來，
其實未來對哈爾特島當中可能會有所局部的進攻，但不表示你要把荷姆斯海峽能夠拿下來。現在全世界在軍事專業當中都在分析，你荷姆斯海峡能夠恢復自由的前提，就是美國要打地面部隊，跟伊朗決一死戰，甚至到越戰這樣的程度。哇，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 long story， 而且一個複雜的狀況，所以也很艱難。除此之外的話，我們剛剛前面講，全球各國當中能夠團結一致把伊朗一起拿下來，這個可能性很難，整合也很難。而且我們從中國大陸的媒體當中輾轉有聽到，現在除了有中國大陸的外圍在波灣當中，也有中國大陸的軍艦在那個地方在看保護他們自己的船只之外，也傳出俄羅斯是不是也有他們的潛艦，包括核動力潛艦也在周邊虎視眈眈的看着這一切呢，也包括為伊朗挺進，所以這裡頭可不是只有美國勢力或歐美勢力在這荷姆斯海峽的外圍而已。因此，如果這樣子持續下去，而且收錢，乃至於阿曼同意了，波灣國家自己本身最後也形成個機制。你說付這些錢，你說沙特那一些就是說哇不願意嗎？他們有的是錢，只要他們還能夠能夠賺的話，不是不可能哦。這裡頭美國的一個意志，並不見得都能夠依川普想象的一切由美國來控制。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除了在美以戰爭的軍事之外，荷姆斯海峽本身形成的一個戰略，而且這個戰略當中包括人民幣穩定幣的收費，我們現在看起來伊朗所規劃的這些東西，每一點聽起來都合理，每一點都仿佛可以實施。而且這件事情只要什麼呢？第一，美國真的最終沒有辦法把荷姆斯海峽打下來。第二個，在波灣乃至於其他通行的船艦，大家都認了，國際就是這樣子，一旦認了這件事情就成了。所以荷姆斯海峽不只是在這次作為美伊戰爭當中的一個延續性的，不只是一個話題或一個軍事話題，它有沒有可能成為未來一個在波灣當中能源系統，乃至延伸到全球的資本系統，乃至它形成一個很有意思的這個收費，巴拿馬運河啊，以後全世界這種東西有沒有所謂的這個荷姆斯海峽的這個機制，變成威權或有能力控制，就說了算，認了就成為一個持續性的機制，很值得關注了。好，現在看起來這個美國要去打地面戰的難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短期看起來，伊朗跟阿曼恐怕就已經定好這個初步的框架了。荷姆斯海峽會在短期內可能就是這樣子收費。那剛剛是說了嘛，如果真的按照剛剛的收費方式來講的話，那伊朗一年可以賺進1200億美元。現在有個說法，他可以用這些更多的錢去做他的核武跟他的導彈，去加速研發，會這樣嗎？厲將軍怎麼看？菲律賓已經做了示範了哈。我們台語有一句“行過八道，再過不走”，這肚子還是比較重要的。你看菲律賓現在正在跟美國、還有日本、還有聯合其他幾個國家，共同在南海實施所謂肩並肩演習哈。按理說菲律賓應該是美國最忠實的盟友，但是沒想到哈，菲律賓居然第一個可以獲得伊朗同意通過荷姆斯海峽，那背後到底是菲律賓怎麼去跟伊朗談的？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可見的就是這個伊朗很明顯的利用它荷姆斯海峽這張王牌在分化美國的這些盟友，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這個我想說，從菲律賓這個例子看得很明顯，因為現在因為這個荷姆斯海峽被管制第一個這個最重的受災戶就是菲律賓，因為他們自己本身沒有什麼戰備儲油，而且也沒有什麼用油量，現在都要反而要靠中國提供一些成品油給他，就已經煉好的，不管是柴油或者是汽油，已經煉好的才能夠提供給菲律賓，讓他們能夠使用啊，甚至於肥料這個石油提煉出來肥料也提供給菲律賓，所以菲律賓它現在很明顯，它第一個倒下去的，因為這個能源第一個倒下去就是菲律賓。那現在它當然在這種狀況下，它去拜托伊朗，讓它的這種這個運到菲律賓的油輪可以通行。那從這個例子我們就看一下，其他國家會不會陸陸續續的發生能源的危機？我覺得很快就會發生。再來，不管是這個，就算是韓國跟日本也都是如此。我們台灣也很難避免，包括歐洲這些國家也都很難避免。我這邊要回到最後只有一句話就是這個對自己國家來講是利益至上，意識形態倒是其次。
打這場仗是你美國自己在跟以色列在跟伊朗打仗，那關歐洲這些國家什麼事？關我們台灣什麼事？如果說是跟韓國來講的話，關他們什麼事？对。那如果說因為你們要去打仗，害得我這個通貨膨脹，害得我沒有能源可以用，那你想想看，到最後我們講一句很現實的話，到最後如果說用錢能夠解決，那会不會大家就用錢解決了？尤其是你想想看，這些航運的，不管是油商或者是貨輪、油輪的航運商來講的話，對他來講，這船卡在那個地方，他少跑一天，他又少賺多少錢，就要虧多少錢。那如果說是用錢可以解決，我覺得這些航商或這些國家，他們願意用錢來解決。菲律賓已經做了示範，後面幾個國家好，大家馬上就會跟進了。好，這個菲律賓做示範，那接下來波灣國家呢？有錢的波灣國家會不會也是用錢來解決？這是他們一個考量的一個方案之一。那另外一个方案，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做的事情，就是他們已經考慮要建新的這些輸油管線，或者是原本已經建好了，他現在要把這些輸油管線，就是不要透過荷姆茲海峽了，用其他的管線去擴大它的這個範圍。那我們來看到有幾個管線，第一個是擴建沙烏地阿拉伯現有的東西管線，那這個管線長度是1200公里，其實在1980年代就建了，只是說現在他希望能夠再擴建。那第二個就是提升阿布達比到這個富察伊哈的管線的輸送能力，第三個就是要在沙國的紅海沿岸增建出口港，只是說在沙國這個紅海這邊的這個管線會比較難度比較高的原因，是因為現在有胡塞組織在這邊常常會去做攻擊，那新管線可能會面臨安全的威脅之外，還有建設的成本啊、時間都還是要算進去。接下來會不會這些海灣國家最後還是得聽命於伊朗原本的這個我們講了很久的這個收費制度？那張將軍又怎麼看？我認為這個區域穩定比較重要，因為你要建管線緩不濟急，時間成本就很高，而且這管線的長度，阿拉伯半島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島，320萬平方公里，最窄的地方1200公里，所以你剛才講1200，最寬的地方是1900公里。你拿這個最窄的地方來看，你要蓋1200公里的管線，你這1200公里就是人家攻擊的戰略目標。我重新把你打斷就沒了。你的目標，因為管線都是露天，你要蓋在地底下的管線的成本非常的高。你怎麼樣？你要露天的蓋吧？對。那你這樣子剛好露天的打剛好，幾個節點就打到就好。這個問題除了時間成本之外，風險成本也出來了。第三個，你到紅海去運，紅海又有了南端就是這個也門的胡塞組織又控領了紅海，你要出去，他他媽的隨打你的港口，要不要？那你就往北邊往蘇伊士運河走，那你往蘇伊士運河走。它在這個的紅海的這一段的航行的這一段也是被攻擊的目標，所以想想看都沒辦法，都風險一直始終存在。你只是把風險移到另外一個地方，但是你的建築成本跟時間成本又增加了，緩不濟急，區域穩定最重要。在這個地方，所以我認為他們寧可去花過路費，1桶1塊美金嘛。你現在100塊，那我就是101塊就對了，我就收你1塊，我這個一年就做收1200億美金。伊朗的人口是9000萬人，不到1億。你看他馬上每一個人增加了1200塊錢。我講伊朗很窮哎，每一個人增加1200塊，那是對伊朗來看是多大的收入？就讓你什麼事都不要做，就是每一個人加，一年都加錢就1200塊。那伊朗剛好你沒有打這個伊朗戰爭，伊朗還沒有察覺到他有這個戰略利益。是你這一打之後，戰略利益來了，我就以後就專門收過路費。這個是生金蛋的雞。我幹嘛要把這個金蛋的雞把它放掉啊？你抓到這個了嘛？因為美國不願意護航，美國護航成本太高了，所以才叫其他國那個法國、那個德國，還有意大利、還有英國來護航，那成本更高。他們是遠道而來，又沒有駐軍的駐點，成本更高哎。所以為什麼講呢？這個時候區域穩定是重要的。你要護航會防不勝防，大家堆疊，那大家收過路費好了，大家平平安安、平平靜靜的通過。然後，另外雖然講是1塊錢美金1桶啊，但是這是公開的，私底下成本不一樣的，因為大家每一個人他分5個等級啊，他這個收費啊，有大車有大車的，小車有小車的，不一樣。所以我們看1200，那是賬面上，那其他的它是 under table 的，是台面下的還更多了。美國經濟會不會被戰爭拖垮？順帶的是聯動到全球經濟。現在有一個初步的估計說，可能會美國的部分經濟損失6.7兆
經濟損失，那麼美股重挫，還有肥料斷供，美農哀嚎，油價現在預估可能最高飆升超過$200的天價。我們現在要來看到說，這場戰爭不只是影響到美國，全球荷包也跟着受到了影響。這邊做了一個最新的民調，美國自己內部的民調，現在其實民眾非常的憤怒。將近60%的美國民眾，他們是反對川普去打這一場戰爭的，尤其是針對伊朗發動這一場軍事行動，他們怒吼說：“不要拿我們的錢去送炸彈。”原因就是因為現在的成本不斷的飆升。我們來看到幾個比較重要的數字，華府智庫這邊說了，這場軍事行動一開始的成本就已經超過了50億美元的金額。五角大廈也做了估計，只要4天而已，就已經逼近了110億美元。接下來再來看到華爾街分析師做的這個分析，戰爭直接預算成本恐怕是達到了950億美元，換算約是3兆新台幣，還有額外的經濟損失，預估是500億到2100億美元的代價，大約是6.7兆新台幣。美國的反戰聲浪會不會繼續的擴大？這種壓力會不會影響到接下來川普在軍事上的決策？呂艦長又怎麼看？如果我們看到啊，今天中午在我們錄制前的最新的 AIS 的話，我們看到荷姆茲海峽，這個是3月2號一開始宣布他就是說有本事來走走看的時候，我們看到其實荷姆茲海峽幾乎沒有船只通過，大家在這邊形成亂集團。為什麼？因為空船要進去加油，然後裝滿油的油輪或者是天然氣船要趕出來。那今天最新的在這裡。下午1點24分了，我們看到還是這個樣子，也就是現在，這也就是剛剛談到為什麼油價推升的一個主要原因。而且除了油輪出不來之外，現在未來要面對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也就是儲油槽跟儲氣槽即將要裝滿。那如果我們來看啊，對於伊拉克來講的話，它只能再存6天。那科威特的話，再存14天。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也就是很快的這一些波灣國家的這一些儲油槽都裝不下了，那它就不會再繼續開採了。那所有的這個油價就一飛沖天。對於美國自己當然它就是一個產油國，可是其他的，例如說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韓國，通通都不是產油國。那整個成本墊高之後，賣到美國的東西一樣貴，所以美國除了石油之外，可能最後萬物齊漲，那個也就是很可能會影響到川普的軍事決策的最重要性。而且如果我們看到美國公共電視網最新做的一個民調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大家在說這個到底贊不贊成川普處理這一次伊朗的一個態度，其實有54%是反對的，只有36%他是贊成的。那如果說我們講到說，對於這一次採取軍事行動的話，那就是剛剛主持人講到的接近60%，也就是56%反對，44%是贊成的。這是44跟36，其實也就是MAGA 的全部的主要的成员。但至於說啊，那我們看到最後一個，也就是最後一个問題，就講到說，伊朗到底是對於美國的威脅如何？那44%的人說壓力威脅很大，40%的人說是其實它那個構成的威脅有限。那15%說伊朗根本就不是威脅。所以我們現在看到11月終究還是要期中選舉的。那如果說川普在3月底4月初到中國大陸的這一個習川會得不到什麼樣的一個對於經濟上面有所幫助的結果的話，他就會來回頭考慮他的一個軍事作為了。好，軍事作為恐怕會受到這個川普擔心自己的這個期中選舉的影響。那現在也專家列出了3個美國的經濟可能會受到亮起紅燈的原因。除了剛剛我們特別提到油價，現在價格是4年來首次突破$100，國際油價飆升了幅度20%，衝破$110。那川普最新回應說，這只是擊敗伊朗的微小代價，這是來自於川普的最新
新說法。第二個就是就業數據現在也比較疲軟，還有農業成本暴增，全球33%的肥料因為要經過荷姆斯海峽，包括了它的硫磺跟銨價格也因此暴漲，恐怕就是美国農民首當其衝了。那如果農業崩盤，對於共和黨期中選舉的影響，老師又怎麼看？主持人剛才提過，戰爭是一場好生意啊。那個是对軍工複合體而言，如果对國家而言的前提是你要贏了這場戰爭，但是你也可能會負擔很多在經濟以及民生上面的這種代價。那現在這個戰爭到底誰贏誰輸，或者是會不會有輸贏啊？其實都是一個問題，因為雙方只是在做這個相互的轟炸，很難講誰輸誰贏。如果就戰損跟死傷人數，當然伊朗這邊絕對的是居於劣勢。可是呢，你幫助他把老舊的領導階層給這個清除掉，然後呢，你製造了一個新的更強硬的這個仇人，而且這個仇人是世仇啊。你知道，就是穆杰塔巴他的媽媽、他的妻子跟他的姐妹也在哈梅尼被轟炸的時候，同時被炸死，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那美國現在面臨到的就是我剛剛提到，那如果原油現在已經我們講布蘭特原油做一個指標的話，現在已經破100，那如果在未來破到120的時候呢，這個在歷史上都算是高點了，也就是說，跟過去3個時間點是經濟蕭條以及反恐戰爭2011到2013的期間，還有呢。疫情那個是2022、2023的這2年的期間，其實大概最高的時候來到143，但是平均大概就在120左右。所以如果破120的話，那幾乎是等於是過去20年當中的3大重大危機，然後石油價的反應就是如此。那可是以現在他們的戰爭的規模沒有到達那個層面了，那為什麼油價會這麼飆高？因為它就打到那個最關鍵的就是油的運送，以及這個保險價格。那因此就是現在面臨到，當然還有化肥啊等等之類這個大宗物資，所以現在面臨到是它會這個萬物都漲，各國都漲，那美國一定逃不掉。那現在美國的 PMI 最近的 PMI 經紀人採購指數啊 CPI 啊这個相關的這個數字都在增長，而且非農的就業指數其實也在擴大。雖然還是緩慢，但我想下個月這個月或下個月出來一定會有一些變化。那會不會降息？那這個在這個時間點會降息嗎？所以還要還錢給這些進口商關稅，還要面臨到選舉，所以這個時候，而且這個選舉一開始就是對共和黨比較不利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啊。有一個人他可能會出來去勸川普，那就是萬斯，因為我發覺到，當這個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前3天萬斯沒怎麼講話，都是 Rubio 在那邊不斷的喊打喊衝，而且他的理由是一天也是這個朝令夕改，那川普跟他一樣改，那可是當第3天還是第4天3月3號的時候，當萬斯出來的時候呢，他也支持，但說這不是戰爭，這是有限的懲罰。他的定義就是如此。所以他會不會勸川普說，我們就把它定義為有限的懲罰？我們已經勝利了，而且基本上伊朗已經被我們打的，就是說站不起來了。所以呢，不需要再把戰爭持續下去。所以這個時候呢，經濟的因素會使得內部政治人物會影響，然後呢，會影響到川普的這個決策。好，這個是經濟上對於美國的影響。那對於全球又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呢？尤其荷姆斯海峽現在被封鎖，50%的這些能源都是要經過這個海峽，幾乎航運都已經全面癱瘓，就只有可以中國的船只通過。所以現在有一個最新消息是說，至少10艘的這些船，他們呢就悄悄的臨時改成中國籍的船，就是為了蒙騙過伊朗的封鎖。對於全球的影響，委員用怎麼看？對全球的影響會非常的大。所以今年如果長期封鎖下來，今年會變成蕭條年，全世界沒有例外，包括中國、台灣、日本都毫不例外。那美國當然不會例外哈。但是美國一定是這些所有蕭條國家裡面蕭條程度最低的。因為你表面上這邊的股票跌，可是問題你看到這2天的石油股、能源股已經漲翻了。那一部分的稅收會增加不少啊，還有包括剛才姚明兄講的軍火工業等等。
所以美國是一個行業有得，一個行業有失哈。那其他國家都會很吃大虧啊。像中國大陸自產石油4成，進口石油6成，進口石油6成裡面有一半來自中東國家，現在都卡住了。所以你講說有一個10條船，那個10條船對於中國大陸每天要進出的量，那是緩不濟急了，是一點幫助都沒有。這是包括台灣也是一樣，現在都靠庫存石油在支撐了哈。那如果短暫的很快就結束這個荷姆斯海峽的封鎖的話，那很明白的影響就不大，很快就恢復正常哦。我舉個例子，當上次剛才有明兄提到，2008年油價漲到149，可是很快的就跌到40，那個差距會大。為什麼？油價推漲是投機性的資金進去，並不是長期要買油的人進去，是賣掉黃金、賣掉股票跑去追逐這個石油產品，所以因此暴漲。那暴漲的話，如果這個結束，啪嚓就掉下來啊。所以暴漲暴跌大家要注意啊。那荷姆斯海峽什麼時候會解除封鎖？這個叫做什麼？這個叫做壓力測試啊，看誰撐得久，看誰撐得住哈。那這個美國最大的問題是，我一開始就講過，美國最大的問題是它的政治限制。什麼政治限制？人家普丁打了4年戰爭哦，支持度都80%了。对。你川普打沒2天呢，你就變成38%。我因為對他跌不多了，因為他關稅也是38，他現在38，沒差有啊，皮皮的沒差哈。所以表示說美國人是有人反戰，可是好像對這個議題的關心度也沒特別的高哈，沒特別高哈。那可是對伊朗來講哈，剛才有明兄講他新領導更強硬，但是我坦白承認更沒用。為什麼？沒錢，除了中國、俄羅斯騰出來大筆錢給他，可現在不切實際啊，因為所有的金融系統全部被封鎖了哈，一個再強硬的國家，領導人再強硬，像希特勒這麼強硬沒有用。像那個誰，烏克蘭納粹集團，包括希特勒也很強硬啊，沒錢就怎麼強硬都沒有辦法。人是如此，國家也是如此。他現在他領導如果不解決這個他的經濟崩溃，現在已經開始產生饑荒了。不解決這個問題的話，戰爭結束，這個政權還是會崩潰啊。因為各國都有這種經驗嘛，所以這個雙方面在比看誰氣場、壓力誰高啊。那如果說這個以色列這一次沒有倒的話，他搞不好還會撿到大便宜啊。因為一個殘破的伊朗，對以色列來講的話，他可以不斷的宣稱他勝利啊。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